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语音合成的技术，叫 F5TTS。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有很多的改进啊，最主要的呢，它是基于这个 DIT 模型的，也就是一个流式匹配的这样的一个 Transformer 模型。其实这里边呢有两种 TTS 的模型啊，它这儿也提到了，第一个就是 F5TTS， 第二个是 E2。那 E2 呢，其实还是基于这种文本的回归的模型啊，所以说它重点还是 UNet 的，而 F5TTS 的是一个非自回归的一个模型，所以说整体效果就要好很多。大家当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安装它啊，那也比较麻烦。那其实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一键的安装包，当然这个东西呢是别人做好的，回头呢我们把链接发到这个评论区里边，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下完之后呢是这样的一个压缩包，它的大小呢大概是9个 G 不到10个 G， 解压出来呢就是一个一键的安装包。然后你既可以运行这个 E2 的，也可以运行这个 F5 的。那我这儿呢只演示 F5 的，因为它整体的效果和运行速度呢比这个 E2 的就要好很多。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查看运行环境啊，看一下你的这个是不是满足你整个的运行的一个要求，比方你的 CUDA 版本啊是不是可用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啊，这个是用 CPU 在推理啊，是用 GPU 在推理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知。然后完了之后，你可以直接运行这个 BAT 文件，然后它会自动弹出来一个网页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里边的话呢，大家会发现，由于我们这儿主要是 F5 的啊，所以说呢，这儿这模型里边只有 F5，E2 的那里单独运行那个 E2 的。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就是 Zero Shot 啊，就是零样本的语音克隆。当然它这个零样本说的有点过啊，就是我们只要提供一条样本。好，下边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是它里边呢内置了很多的文本，在这个列表里边可以选一个。那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分别来说这个啊。这里边的话呢，一个是我们的 TTS 语音合成，第二是口播。口播指的是可能多个人进行对话啊，然后呢你可以每一个人呢来上传它对应的参考音频，然后它生成类似于这个访谈类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 multi-style 就是多风格的这种，后边这个就是一个credit， 这个叫什么呀？版权声明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比较许可的这样一个东西，不用去管它。我们重点还是说这个啊，这个里边大家输你要生成的文本啊，就这个语音它出来的内容就是依照这个文本来的。这个模型的选择目前只有 F5TTS 啊，选择就行了。然后这儿有这个步数啊，那你可以选16步或者32步。如果你是 GPU 的话呢，可以选32步。大家注意。下边就是你参照的音频，因为它是语音克隆嘛，就是它克隆你上传的或者是它提供的某一个音频，所以说呢也是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选一个，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选了之后下边这就变了啊。好，下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的输出。從來冇一位高官會喺在位或者退休之後。那麼這個明顯是一個粵語啊。然後呢，這個是它的這個文本啊，這個跟這裡邊的內容呢是一致的，從來沒有一位高官會在位或者是退位之後，這個也不是一個完整的話啊。下邊呢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速度默認呢是 1.0 這樣。然後下邊呢你是希望它用這種方式把這句話給它說出來，所以說呢我們來生成一下，大家點一下這個按鈕。這個速度呢是很快的，你注意啊，這個參考文本呢需要在15秒之內，超過15秒它會自動去截取，所以說大家呢不要傳特別長的文本，一旦傳了特別長的文本呢，你可以怎麼說啊，就是說去編輯它一下啊，或者截斷它一下。好，我們聽一下這個輸出效果。其實女人流淚，大多數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進退兩難，哭自己無能為力，哭自己有骨氣沒有勇氣，哭自己的懂事並沒有讓自己過得好一點。大家能明顯的聽到啊，它能把這個情緒和這個音色呢都比較完美的表現出來，那甚至是說廣東人說普通話的那個風格呢都能夠比較好的展現出來啊，非常不錯的一個效果。那我們再看這個，光動嘴不如親自做給你看。
这个非常魅惑的一个女生，是吧？那我们可以也生成一遍啊。注意这儿它会自动填充，因为我们这儿是直接点这个列表嘛，所以说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好，现在呢已经生成完了，你听一下。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家注意啊，这两个现在的不同的地方是它的语速其实生成的和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明显有点慢啊，所以说你要想让它更像的话呢，记得去灵活的调整一下这个 speed 啊，就是这个语速这个部分。那我们这儿呢给它调到 0.8， 大家感觉一下。好，现在生成了，我们再听。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家看到这个就比刚才其实要好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在任何时候呢，记得去灵活的调这个语速就行。好，我们再找一个，比方这是一个男生的，这些死去士兵的意义将由我们来赋予。大家看一下，这个情绪是比较生气的啊，不是那叫生气啊，是比较悲壮的，对吧？啊，我们来生成一遍。大家听一下。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个前边还是比较可以的，后边其实有点平了啊，就不像这个情绪，但是整体呢，的确是把这个悲壮的情绪给它模拟出来了，对吧？我们再来找一个啊，比方说这个，我之前无数次的想过，要不然干脆死了算了。哎，这个呢其实有一点噪音。另外呢，这个有点像从电视剧里边截取的某一个音频片段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情绪能不能比较好的给它复制过来。听一下。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个效果呢也是不错的，当然它会在停顿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停顿呢可能会比较快一点。这个呢大家就想办法用各种标点符号，甚至用分段生成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柔和一些。最后呢，我们再听一个这个吧。说的好像您带我以来，我考好过几次一样。这个呢就属于比较柔和的一个女生啊，特别像一个女生在聊天。那我们看看它生成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下边呢，我们就来试试我们自己上传的视频。我们先来听一段。大家注意啊，我们点这个上传啊，然后点这个就可以上传一段我们的音频。我们先来听一个这个。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幸福。那这是它的一个文本啊，当然你可以去裁它，比方后边幸福俩字啊，它其实有点多余啊，你可以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把这个音频呢做一个裁切啊，然后我们 trim 一下。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这样呢，我就把那个给它剪掉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写这个文本啊，因为这个文本现在不能自动识别，它不是列表里的嘛，所以说呢，我们就直接给它粘一个。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给它粘上来，这个文本比较短啊。那下边我们用它的这个音色来作为参考语音，我们看生成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家注意这个参考文本好像这儿停顿的不太对啊，就这个逗号这个部分。
所以说，那如果我们换成多行是不是好一点啊？这个我没有试过，我们试一下。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很明显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会让你觉得比刚才就好很多啊。就是我们尽量的呢，可能用换行作为停顿，可能比这种单行的可能更好一点。下面我们再试一下别的，我们同样上传一个。我们谈到死亡，现在的日子年轻力壮，每天活蹦乱跳，迫不及待去见识新的人、新的事物。死亡真是太遥远的事啊，这是这个啊。那我们同样截它一段，我们看我们截到哪儿啊？因为它最多15秒嘛，所以说我在12秒这儿给它停一下，然后我们把这段呢给它截出来啊，大概就这一段。下边我们把这个参考文本粘过来啊，我们重新生成一遍，我们来听一下效果。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个复制的也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来传一个。我们常说诗词很美，如果说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诗里包含着多种学科的浪漫。这个呢，我忘了我下载的谁的一个女生了啊，因为当时也做语音克隆，我们在测试模型的时候下的一个。那我们下边呢，同样把它裁剪出来。现在这个是7秒啊，然后我们 trim 一下。同样，我们需要把这个文本呢给它粘过来，生成一下。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家听一下，其实复制的也是不错的啊。这是我们测试的这个女生，我们再来测一个。是这一段感情，不是上天有意惩罚你，是他看到你以后会遇见更好的人。遭遇不公平和委屈，不是上天故意欺负你，是他知道你以后要做的事需要宽容和大度。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女生，我看她能不能把这个感觉给复制出来。我们呢给她剪切一下，这个我要中间这一段，我们听一下。遭遇不公平和委屈，不是上天故意欺负你，是他知道你以后要做的事需要宽容和大度。下边我们生成一下。其实女人流泪，大多数都是在哭自己，哭自己进退两难，哭自己无能为力，哭自己有骨气没有勇气，哭自己的懂事并没有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家看一下，把这种特点抓的还是很准的啊，所以说非常不错的一个模型啊，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你希望比较快的去复制一个声音的话，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下面呢，我们说一下你怎么去读这个论文啊。我教给大家用人工智能读论文的一个方法。其实任何的大语言模型都是可以读这个论文的。那我用的最多的呢是 Gemini 啊，因为它不要钱嘛，对吧？那我们就看这个是怎么去做的。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FTTS 的这个GitHub 的官网，对吧？这里边有很多的链接啊，你可以点一下这个论文，就 ARXIV 这个论文网站上这个论文，你点了之后呢，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这儿有 View PDF， 然后呢，我们点下载，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那你可以打开这个 Gemini 的官网。注意，我这个 Gemini 用的不是巴德那个界面啊，我用的就是 AI Studio， 它有点像叫后台调试。这里边它可以选模型啊，比方我们用的 1.5 Pro， 还有这个 Pro 002啊，它可能每一个模型都不太一样。你重点看什么呢？看这个 tokens。那 Pro 呢应该是最多的这种啊，而且002我觉得这个版本是不是最新的？别的呢不用去管啊。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儿新建一个 New Prompt， 新建一个对话，然后你打开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改它的名字，比方我们这儿叫读论文，那就是我专门用这样一个绘画来读论文啊。那下边就上传这个 PDF， 因为它本身呢
支持的 token 数是很大的，而且呢，你可以上传音频、视频都行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上传一个文件，你注意它上传这个文件不能直接上传啊，你要么呢就是上传到你的谷歌网盘里边，然后把它放进来就行啊。所以说呢，你可以这样上传，让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以传上它。传好之后呢，它这有一个叫 extracting， 一旦完了之后呢，它会告诉你啊，这儿有多少个 tokens， 然后这儿有一个序列图，然后你这儿可以提问题，比方说，请总结一下这篇论文。这个用别的模型也是可以的啊，唯一不同的就是别的模型可能是收费的，而且它这么大的一个论文呢，可能它传不上去，但是有很多，比方通义可能也会做的不错。谷歌这个模型嘛，我觉得更稳健一些啊，这个跟崇洋媚外没有关系啊，更好的拿到一个质量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你会发现，他说这篇论文呢，主要介绍了 F5TTS， 他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基于流匹配和扩散，就 transformer 的这种结构的，这就是我们在文生图里边常说的那个 DIT 架构，而且是非自回归的啊，有很多的是字符的这种自回归模型，这个不能细说，因为你要说回归啊，可能你要说很多东西。那么它这种方法主要是一开始自那个 E2TTS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么这里边有一些特点啊，比方说使用卷集的这种方式去优化上下文，提出了摇摆采样的这个策略。那这种呢就会使它的推理的速度会更快啊，所以说呢，你看它核心优势就是简化流程啊，然后鲁棒性，然后快速的推理，另外就是零样本，你注意不用训练，给它一个样本，它就可以把这个声音给我克隆出来，而且呢可以支持各种语言，然后无缝的去切换。这个我们没有去测啊，下边你可以问他其他的，比方说模型是怎么训练的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你比较关心的问题呢都问给他啊，然后他呢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答案，然后你再去读那个论文的话呢，你就可以验证一下，你看他对不对。那比方说他这个训练数据是怎么准备的，比方说从声音样本当中提取梅尔图谱啊，然后呢他甚至是说明这个符号是怎么写的，就在那个公式里边他怎么去写呢啊，然后文本输入是什么样的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卷集的那个编码啊，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处理输入的时候用的是吧？然后损失函数用的是什么？这儿也提到了 CFG 对吧？那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啊，说的也比较清楚。那我们经常会关心，比方说它有没有控制情绪和停顿的一些特殊字符呢？那你就可以问一下如何控制情绪和停顿，你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就关心的问题你就像跟他聊一样嘛，然后你让他告诉你，那这是读论文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啊。那很多人也问我说，你那个提示词生成器是咋生成的？也是这么生成的啊，你看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然后你看一下我最初的绘画是什么样的。我写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提示词，然后告诉他这是 Flask 模型的一个提示词模板，我希望你能根据我给出的一些关键元素，然后根据这个模板帮我写一个提示词，然后他这儿呢就有一个这么东西，然后呢我会告诉他啊，生成这个提示词的时候需要满足以下要求，第一个，只要生成一个英文提示词就可以了，直接返回提示词，不要添加任何说明文字啊，然后尽量的为了防止它返回的提示词太少嘛，我说这个提示词数量呢不能少于我给的模板。我之前在做 Flask 的时候呢，比较喜欢用这个去生成一个女孩，所以说生成的主体如果是女孩的话，统一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教室里的女孩，然后他给了一个，他给的这个呀，其实和我写的这个特别像啊，他仅仅是换了一些主体词，所以说呢，我就又告诉他说，我补充一下，我生成提示词的时候呢，就是我给你那个啊，就是你是作为格式参考，那个具体内容你自己发挥啊，他就再生成了一个。我这儿主要给了一些相机的参数啊。然后我在生成的时候，可能他有的时候也会忘了啊，然后你就告诉他忘了替换主语了。这是我们生成提示词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很简单，你就通过不断的绘画让他知道你的意图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利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了语音克隆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法，而且效果是非常棒的，就是这个 F5TTS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你掌握使用人工智能来读我们相关的这个技术，这个的确能让你的阅读速度和了解一个知识的速度呢提升10倍。大家要习惯这种方式啊，摆脱你之前的那种接受知识和阅读知识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